诶，哎呦，朋友们，大家安安哦，都不让开呢，还没有人上来，奇怪了，现在真的很怪，我都已经开播2分钟了，到今天才1个人上线。安安 Starlink 第一个啊不 ，Danny Do， 过来安安，大家安安哈。对啊，现在军购这样子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怎样挺军购，他现在军购搞这样子，真的是，哎呦，哎，我懂了。对啊，今天很多人打电话跟我问这个事啊，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样嘞？怎么军购都又，大概是延迟还是怎么取消啊什么的？哎，真的到今天还没有提示，没有那个什么，没有推送。YT 真的有问题，都已经开播3分多钟了，还没有推播，你看到吗？难怪没人上来啊！停不停没用啦，不是这样讲啊！哇，到现在才推播呢，真的是啊，应该马上人多起来了，因为推播上来了，推播来了。好，100多个人。对啊，刚就开始讲啊，军购140又是什么？基本上是不是延期还是取消？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了。所以今天这个问题的哈。然后川普说他要打电话跟赖清德谈一谈了，他到底要谈什么呢？各位，你觉得他要谈什么？如果要谈军购，那为什么要那个呢？他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要把军购取消呢？是不是？我觉得他是要敲打赖清德了，他可能要跟赖清德讲说，你，因为我跟各位讲了，民主国家这一套大家都懂。那都懂了，行政权绝对远远大于立法权，而且你又行政权又掌握了司法。台湾的司法，你说有像美国这样100%公正，这个真的是我们自己都很清楚啦。这款代志哦，不要自欺欺人啦。所以就是说，其实如果行政权加司法权加美国的支持，你真的可以很多事可以做，而你居然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的军购被挡住，让到我们的宗主国美国人发怒来跟你打电话谈的话，这真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我讲台湾朋友啦，台湾朋友，我一直收到很多朋友一直在讲，跟我讲一些道理，说哎呀，那小碎开了，我们最小的党了，最新的党了啊，其实我们应该怎样了啊，我们不要去骂民进党了哈。我真的对听到这件事，我听了非常生气，叫什么？我是深绿的，我是台独的，我是台独深绿，我怎么会骂民进党呢？你们为什么把骂跟督促一直听不懂呢？我只是告诉赖清德说，你有很多事要做，还有很多事要怎么做，我也把我的意见提供给你哦，不是无路可走，真的不是无路可走，台湾没有到无路可走的程度，因为我跟你讲。就连张宇轩不是讲台湾现在是100年最好的这怎么一个100年的变局的时代吗？就跟我讲的一样啊！我那时候台湾100年腾飞，我讲了4年啦。我回来那一年就开始讲台湾100年腾飞啦，对不对？他们现在开始很多人拿我的论述去讲啊。其实我跟你讲，大概龙安啦，政论节目人最怕什么？没有话题，没有观点。他既没话题也没观点，他怎么混呢？所以很多人会拿我的观点去讲。会让我去观点一下，我很开心，大家愿意这样做嘛哈。但是我就说了，我就想请问各位啦，我们这些做法告诉赖清德，其实你哪怕就算你无路可走，你也要出来鼓励人民，把我这一套拿出去用，台湾100年腾飞，对不对？
台湾未来可以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因为我们从 AI 的物流带动金流，带动世界的金融中心，这个绝对是可行的。我跟各位讲，这些路都是可行的。哪怕了其实就是代志，那个什么，总统是要带领人民，让人民免于恐惧嘛。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真的吓死你的恐怖了。我每天都会讲说他们怎么打压我，但是什么你们知道那些人跟我无相干了。我以前跟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所有打压我的没有一个跟我是有仇恨的哦。但是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呢？你觉得你说突然一两个人看我成立政党不满意，那我相信了，一群人绝对不合理。但是我跟各位讲，那一群人到底背后是谁？你们自己去想就好了。因为没有那么巧，刚好突然有一群人开始不停的打压，每天打压，骂人越骂越难听，你知道吗？加一边60块抖内线，你今天最早抖内的就是安尼啦把代志讲清楚啦。我说真心话啦明老师马公现在是最好的台湾的好时机这不是对我讲的，是不是？我说台湾百年腾飞的开始，对我都讲4年了，对不对？信不信？表示我练习上不是个没料的人嘛。我讲了，我今天做这个政论节目，不是个没料人，我所提供所有的一连串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然后呢，所以之前打我是没有意义的我不是那种我只为了收视率只为了怎么赚钱那种人嘛，是不是？所以打我到底在哪里？各位可受公平了可受公平。这个他说我们是统促党，这个原因就是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跟护国党合作嘛，护国党的总部跟更生党放在一起。什么叫总部？那个就是在内政部那边的通讯地址在台北嘛。我们的通讯也在护国党那里那更生党说听说跟白朗张安乐有一点交情，那天我们解释过了嘛，我们跟护国党是在什么？在这个议题的合作，在现在台湾的议题的合作，未来，但因为我为什么跟他合作？因为他们什么主张未来中华没有回师南京嘛，我们主张加入美国嘛，所以我们的终极目标没有冲突嘛。他们回师南京，把台湾还给我们，中华民国回师南京，把台湾还给台湾人，台湾人考虑加入美国，这个是两党合作是没有任何冲突的嘛。就衍生，他说统促党人更生党等于护国党等于台美党我就变成统促党他来了，我骂统促党骂成怎样子？全台湾没有一个媒体敢说张安乐涉及中国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我就又那个毒品叫什么？你们想想，张安乐涉及那个毒品，中国毒品销售到美国了，这个美国的福斯电视台，对啊，就这个芬太尼啦，对，我这读起来还好我的逻辑还在所以我逻辑但记性不好了，芬太尼，全台湾媒体没有一个人敢讲，只有本人在讲，而且这个是什么？这个也不是我自己想的，是福斯新闻讲过了嘛。福斯新闻讲过之后，台湾没有一个人敢附送嘛，只有我敢讲。然后他说我是什么？我是统促党。你神经病啊你就不要听人家讲什么啦，你不要听他讲，看他做什么啦。他说哇，人家跟他讲，你不怕他找你算账？我不是说怕不怕的问题，这是该不该讲的问题。各位，如果我们行走江湖，用怕不怕的事情来判断我哪些事要做，哪些事不要做，原因是我怕跟不怕，那我就不用出来混了那我就包一包回家看我孙郎婆，回家抱孙算了，是不是？是吗？重心是对跟不对，要不要做，而不是怕不怕。我已经跳脱那种怕不怕的感觉，跟你讲，我已经跳脱怕不怕的感觉对啊，美国的芬太尼业务是白朗负责，从墨西哥走私到美国这个大家都知结果台湾，我问你这么大的事情，福斯报了，福斯新闻报了，不是我们自己猜想了，为什么台湾没有一个节目敢做？
而且是大型电视台也没有一家敢做啊。大家说，哎呦，少去惹这种人了，对啦，我马仔不要去惹这种人，这种干什么呢？所以说，把我讲成怎样？神经病那些，但是我为什么现在没有去反击他？你知道？我今天我在我们的群里啊，我们的群里我有讲了一句话啦，我说，因为我们整个党里没有一个战将，才需要我这样的人下台去下场去战了。但是我一直都是我这只是战神归位而已啊。我曾经是个战神啊，只是因为我现在是党主席，很多话不应该我讲太多。但是跟各位讲，我绝对是个战神，好不好？我占你一群人，我一点不落下风。只不过是他们说，哎呀，你什么东主席啊，不练。但是我说他们这样讲，叫我不要这样下场去战了。他说有失主席的身份了。我说啊，就是因为没有战将，才要我去战了。不过我现在已经也那一天我去战，是因为我很想套出到底谁在我们群里面做 spy 啊，做间谍嘛？因为把我们群里面谈的事全部都一个一个拿出去了嘛。群里躲了好多间谍，党员群哦，我恐怖哦，各位，党员群最早入党那一群人了，我们有一个党员群100多位哦，居然所有小姐都被搬出去了，我够恐怖的啦。所以说人家一开始就已经针对你了，所以他们说这个很正常啊，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就是说涉世未深、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嘛。但是我跟你讲，我也不会影响我的言论啦，这也不会影响我就跟这个东西呢，还是要让台湾人自己去判断啦。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每天跟你解释这些东西啦，没有办法去解释我做还是做我该做的事情。至于你们怎么看，其实对我们那么重要。我今天组这个党，我自从组党之后，就成为什么？就成为很多人攻击的对象。到今天我的频道都已经对我的频道收视率这个方面了收入啦、收视啦，然后什么订阅数大量的影响很大，我都没想到，从我成立政党之后就开始影响了。影响最大的是我发起524之后，全部的人都来了。以前虽然有少数人会对我会对我有点攻击，但是这大面积是我说我确定524那一天开始，我的大量订阅户减少，大量攻击就出来了。那我就问你，这个不是执政党搞了，真的是共产党搞了？我不知道，因为最担心我们执政，最怕我们台美党的是谁？是共产党。共产党最怕我们台美党，因为对他宣传台独这件事情非常不利。共产党用尽所有能力对待中国人，讲说台湾要打他们，因为他们要台独，他们要什么？要什么？要叛国，要什么？背叛祖先，什么？你的血统论啊，跟讲一大堆嘛，就是要告诉你，你台独就是叛国。可是我们没有要台独了，我是老台独，我是最老的台独，但是我没有要台独了，我要入美联邦。一言拱语，他就傻掉，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们派人来打我，他们打我们这种手法真的很像粉红。所以你跟你讲，打我们这些人很像粉红。当然里面也有少数是执政党人打。我发现执政党打我们的有一个系统是执政党在打的，是吧？诸葛风云这个系统，但是因为这个人智商不高，所以他的逻辑也不强。他现在每天在节目骂我们哦，没有关系啊，这个都没关系哈。所以呢，我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受到压力之大，你无法想象。我是一个世人没有被人家骂过的人啊，除了在中国不算，因为在中国那个粉红圈骂我没关系。我这辈子没有这样被人家骂过，哪怕中国的粉红圈也不敢这样骂我，因为我们在那边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导师的形象，是一个台商的形象。是一个我来把外面的资讯带给中国人，哪怕那些小粉红打我都要手下留情，因为他们还是不太敢惹我们这种人。所以一辈子，我认为我一辈子也没有被打过，突然被人家打成这样了，我是一定会反击的。今天要不是党员叫我不要去反击我跟你讲，这些人还不够我打。你当然知道什么叫战神归位我跟你讲但是如果台湾是被渗透成这样你没有走入这个圈子，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被渗透的厉害了。
渗透到今天，我的意思说，难道你政府真的束手无策吗？这个是叫做督促，这不叫骂，好不好？我在督促在赖政府，你真的束手无策吗？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我要反击啊！问题是我没有，他们觉得我们党主席不要去反击这个，但是我说我们全党没有一个战将嘛，没有一个战将，所以就只有我出去啊！我跟你讲啦，524之后这些人就不见了啦，是吧？我当然会坚定的走这个路啊，我真的坚定的走这个路啊。维持现状啊，维持现状是大部分人接受的，但是这大部分人为什么？我跟你讲，我以前也赞成维持现状，我不了解台湾的状态，不了解台湾整个历史渊源，台湾的国际趋势，我也觉得，既然台独那么难走啊，我维持现状嘛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当你真正的去了解这个国家的局势，这个国家你如果没有准备要百年腾飞了，你没有准备要进入一个超级高，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最科技最高阶的国家，你可以维持现状。但是维持现状唯一的就是什么？给共匪一个打压你的机会嘛。可是只有什么百年腾飞之后，我们成为一个台美日，甚至加以色列好了，台美日以，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最高阶的同盟国家，而且是什么？而且是科技的同盟哦，民主的同盟，各方面的生死的同盟国。这样的时候，台湾是绝对安全的，完全摆脱中国的纠缠。然后呢，摆脱中国的纠缠之后，我们让中国，他为什么摆脱纠缠？因为我们已经变成别的国家了嘛，而且这个是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联盟嘛。共产党根本不敢再想说统一台湾的事情了，他想都不敢再想，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给台湾找一条活路。我们这辈子活在一个阴影中，共产党什么时候打过来？这种阴影我们拥有一辈子。难道我们这一代人不想改变这个吗？你还把这个恐惧的阴影留给你的子子孙孙吗？难道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勇敢的去当炮灰也没关系啊，干他一场啊，让台湾走入一个什么？让台湾真正的成一个幸福的家园嘛？台湾人这么的温文儒雅，这么善良，真的不应该一直受这种恐惧的这种恐惧的胁迫嘛？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做一个了断啊。这维持现状叫做不负责任，这没有关系啊，继续放着吧啊，反正我子子孙孙继续被人家威胁，我也无所谓嘛，跟我没关系啊。这个就是窝囊废，对不对？我就感受你们就是窝囊废嘛。我们想要改变台湾，是要给台湾留下一个美好的家园，到底哪里错了？所以他们就是怕我们的论述，执政党也怕我们的论述，共匪更怕我们的论述，所以有几条路线的人在打，我已经慢慢看透他们的论述了。一开始我想，这个哪几个是共匪的人，哪几个是执政党，我已经看懂了哈。当中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前主席也有一条路线了，都有人在打我们。我就在群里面开一个笑话，你知道？我说我们台美党发展的越好，你知道谁越痛苦？你想看，我台美党做了个人啊，我不是讲国家，不是讲团体啊，我台美党发展的好，谁最痛苦？看人想会对啊。我们前主席会最痛苦，我们郭大侠会最痛苦，这样。因为这不说了，你改个心了哈，改个心了，人真的是会这样啊，人真的是会这样。本来他也可以跟我们共享荣耀了嘛，结果因为他的某些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退出了，结果他退出，我们发展的越好，他当然会难受啊，一点干口该被洗的，他一定会羡慕、嫉妒、恨，就是这句话。所以他才会派有一个人嘛，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他是美国人那个嘛，打我最凶还是他哦。你们说那个脱北者打我，那个脱北者打我也还没有那个自称美国那个真是24小时在打我啊！我靠！所以我就想说，
那可能是一个账号，但是是一个团队，不是一个人。一个账号，但是是一个团队在打，不是一个人。你就知道我们前主席对我们恨得多深。今天我终于把他踢出我们的党员群了，因为他一直没有退党，他只是说他不当主席，他没有退党，所以我就不好意思把他踢人了。他没退党，结果不是骂我那个人一天到晚拿出拿郭大侠的数据吧，讲就说这个是郭大侠不承认哦。等于他替他在传话嘛，爱公他说郭大侠已经退党了啊，好啊，你没有跟我讲退党，你去外面跟人家讲退党啊，我就顺势把你踢出去了，这很合理嘛，因为你改供了嘛，对不？你不能怪我啊，因为你在外面跟人家讲你退党了，嘻嘻，太可怕了哈！美国 FBI 被渗透，这几天也抓了哈，全世界我跟你讲，最近澳洲的观众跟我聊人，几乎天天跟我聊，他也讲说他们澳洲很可怕，也是被渗透很厉害嘛。全世界要发起一个什么清党运动啊，就像国民党以前清党，要把共产党全部排除出去啊，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问题啊。现在不是我们台湾而已啊，只是说因为我们台湾在最前沿嘛，我们如果不怎么不起来抵抗这个超限战的话，这个统战的话，其实我们危险的地方是我们可能直接被人家洗人口嘛，洗人口到最后他们选出一个他们要的总统，然后就直接统一嘛。澳洲、美国、哪里非洲，不管哪个国家被渗透厉害，他们没有我们被什么被兼并的危险嘛，他们没有这种风险嘛，是我们有嘛，所以我们要比他们更用心用力的抵抗这个超限战嘛，这个渗透战嘛，我们没有抵抗完，我们明天搞不好就真的被统一了。澳洲不会啊，美国不会被统一嘛，加拿大不会被统一吗？加拿大也被渗透一塌糊涂啊，全世界被渗透一塌糊涂，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被人家被中国给强占啊，只有台湾会啊，是吧？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东西由美国来打电话来警告你赖清德，你赖清德真的你自己要检讨，你我怎么抿皮了哈？真的，你如果要一点面子，我跟你讲，真的，当然等到我们盟邦来讲，你那个脸真的也没地方摆了，是不是来讲？因为安怎，你真的可以做很多事嘛，有很多事可以做，不是天天。等那个，就在天天等国民党犯错啦，这个是一个招数吗？我这辈子什么事都不做，我这辈子就多一个，就等敌人犯错。那有悲哀哦，我不知道啦，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样好吧。我认为有很多观众他们是认同这样的哈，这样是好了。但是我们这种人啊，这款人。我们一辈子都是冲锋陷阵的个性，你叫我维持一个每天等人家做不赢做不输人，等敌人犯错，这真的不是我们的个性。所以这个东西个性问题，也是因为川普有这个个性，所以我常跟他们讲说，你担心什么？川普刚起来是被打着就被骂什么红脖子啊什么的，哇骂了，结果现在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是川普啊。改变世界是川普，好不好？所以人要做自己勇敢的理想，要去冲。人生只有一次，而且人生已经到了什么？我们已经到人生的后半段了，不是后半段已经到了后半段的后半段了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理想还不能去实现，不然我只是想单细的话，而你在那边等死的人来教训我，你那不拍谁哈？我真的觉得你们怎么不会不好意思哦？因为你们的做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什么，我就寻求一个安稳了，我就稳定就好啊，我台湾稳定就好，我干嘛要发展？干嘛听你的塔山去百年腾飞？我们现在已经很好啦，对吧？你哪里讲我嘛不法度啊？你这样讲我也没话可说嘛。但是这是个自私的人，一个有理想性的人，一个积极的人，他自己吃过了苦，他不会让他的下一辈后代人再吃。他也会把现在环境改造成更好，留给下一代人。这个才是有冲劲的人，有理想的人。有些说，不行啊，我都这样过了，我儿子没有关系啦。
我都被共产党恐吓一辈子来，我儿子让他继续被恐吓嘛。我孙仔嘛去用恐吓，那不要紧啊。这款人在我眼里就不是男人。对，所以你们不要再给我写信写那些了，我会看不起你，真的，我会看不起你啊！不要以说你是我的最大的支持者为前提来跟我讲这些东西。我看得起你跟看不起你，跟你是不是我支持者，它是两回事，好不好？那两件事，好不好？你很支持我，我当然很感谢你了，这是感谢而已。但是你说出这种我们就维持现状就好了，这样的那就我看不起你。那是价值的判断，跟我们情感，你支持我，我情感上感谢你，这怎么会一样呢？这是真的两件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如果连这个逻辑都没有的话，其实你在这个时代会很难混下去。世界在改变，世界在改变。对了，因为今天就有3个人给我打电话问说川普这件事情了各位你想想看川普的个性真的叫第一性思维。他为了这件事情，他为了某一个方向、某一个目标，他不会去管那个弯弯绕的一些东西嘛。所以说，黄仁勋今天讲了说，中国就是说，中国的 AI 他的晶片已经确定卖不进去中国了，他已经确定他晶片已经卖不了中国了。所以说，川普要进中国的时候然后黄仁勋不说最后一分钟。黄仁勋要赶上飞机才走了嘛，因为黄仁勋不想去，黄仁勋知道说你不会改变对中国晶片的限制嘛。黄仁勋你既然没有要让我卖晶片给中国，你叫我去干什么？对不对？你叫我去陪你演个戏而已啊！你去演戏那是演你的政治戏，我是总裁啊，我有事情要做啦，我很忙啦。所以黄仁勋也很聪明他最后跑去北京吃一碗面，喝一碗什么豆汁儿。然后这样子就表示什么？我去走了，我嘛没被行啊！我要做一个广告而已嘛，是吧？至少我来做一个广告而已嘛既然你们不让我卖，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些广告，因为哪一天他想说哪一天如果换总统，搞不好哪一天突然就让你卖了，他也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好的风评嘛。这是一个行销策略啦，这是一个行销策略啦，所以说你就知道川普的个性，川普把那个川普要去中国，所以他必须要设定一个氛围，叫做我是要跟你中国交好的。我把黄仁勋都带来了，本来说黄仁勋不去的时候，中国的那个AI 股大跌嘛，所以黄仁勋去的好像有一点涨嘛。现在可能又发现涨也白涨，因为根本带黄仁勋来不是要你晶片卖给我们，没有要卖给他们所以今天黄仁勋我已经看到他报道。黄仁勋确定晶片已经卖不进中国了。这个事情你从这个事情去看川普的行为逻辑川普在每一件事情他都把当下这件事做到最好的时候，他会拿很多东西来陪衬嘛。但是这个东西过去之后，这个氛围过去之后，他会回归他的本质嘛。你说啦，川普去跟中国那跟巴蒂那就后来了，感情好像很好。结果临上飞机把所有人把中国送的东西全部丢在一个垃圾桶里面就抓对那刷，对不对？这个也在羞辱你啊！当然我知道你在渗透我，但是我也在羞辱你你的东西我就是不要，因为我现在回去了嘛。我发现我来跟你谈这个是没有用的，没有效果也没有结论嘛。大家都在找自己的最好的方向。我在讲你帮我买几台波音啊，你帮我买一点大豆啦你再继续供应我一些廉价的商品，就这样而已。所以我说中美之间只有贸易问题，其他问题都是假的。果然嘛，到最后什么东西也没谈出来嘛。所以我的判断是对的吗？对的，我比那个国际政论专家讲的还透彻嘛。他们谁敢这样讲？他们有谁敢在川普进去之前就讲这句话？只有我敢讲。最后证实我讲的是对的，因为真的什么也没谈成啊，晶片还是不能卖啊，黄仁勋还是不能，所以黄仁勋很生气，他还是不能卖啊，是吧？这个就是凡事你放下你的感情，要谈国际关系要放下你的感情，用你的第一性思维去看事情，你就会很准。可是现在这种老人家台湾这些政论界这些老人家，他们很难他们一辈子活在这种人情世故里的人情世故啦他们教我们要世故一点，
我若要试贵一点，我不就跟你一样了吗？是吧？所以那些人叫我要试贵一点，我就说我马个球啊，我如果跟你一样试贵，那我就跟你一样了吗？请问跟你一样，我有没有很光荣？我没有觉得很光荣啊。你来教育我没有用啊，因为你没有一个好榜样。我就算接受你的教育，我变成跟你一样，我不觉得光荣。除非你走到一个很尖端的，你让我一个崇拜的阶段嘛。今天来黄仁勋来跟他讲了今天来讲超门来跟他讲我会听因为这个人讲话真的是，因为他做出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所以如果听他的，搞不好有机会成为跟他一样的人。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你来教育我，结果我发现我如果听你的变成跟你一样的人，我觉得反而是丢脸的事情。所以咱要敢讲要讲要先掂自己的分量。掂自己的分量，人家根本就没有把你很看得起你，你还来一副要被你教育的样子，那会什么？那会失去你的什么？哎，白讲啊，对吧？哈，政治来讲人情，那笑死人，好不好？什么时候政治讲人情过？尤其是国际关系，甚至我都认为啦。你们对政治人物也不要讲人情世故了，你应该谁对台湾做的最好，他什么？他最努力在保护台湾，他的政策是最好的，他的手腕是最好。像李登辉这种人，我们就一辈子把他当做我们台湾的国父嘛，因为一坐在一起，他在一个最艰难，而且艰难到会有杀身之祸的情况之下，他能够把台湾带到这样，而且把他顺利的政权转移给本土派，叫做陈水扁。这个时候，我们永远都想说，今天我把这个搞。一个人政治人物让觉得说，我真的像他这样子，我是真的，我再努力10倍，我也达不到他的高度，所以我会很崇拜他。可是，如果像赖清德这样，他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做到比他更好哦。而且我有什么？我有直接的一些说法，直接的一些步骤啊。那我就觉得，收手而已，差不多而已，因为一嘛是差不多呢，一嘛不会外搞呢。当一个国家国民对你的领袖失去这份崇拜尊重的时候，这个国家会不稳定，因为他觉得说，共产党打来，如果共产党打来，好像我们这总统也没有能力保护我们嘛，这个总统好像也只有这样而已，他能保护我们吗？似乎不行。然后呢，你的心中惶恐就来了。所以我常讲，我要求赖清德，是因为我告诉他。台湾很多人在精神上出现一些问题，因为这样的惶恐，从大罢免之后的惶恐跟恐惧，让很多人精神产生了一些精神的忧郁症、躁郁症、抑郁症，还不是躁郁症，抑郁症。这个是你能帮民众，帮这么多支持你的人，这些人是最支持你的，拿命来支持你的人，你应该让他过得好，就是这样。对啊，艾珍，我知道你们这些发言的很多人都是很内心很不安的人才会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这讲按就变成在骂按人话不要抖。你如果觉得这样在骂我本来这2天检讨一下自己的，讲按是不是卖个骂？但是我想想，我没有骂啊。就像我们今天跟他讲这样的话是在骂吗？你以为是骂那我就是骂好了因为这个代志你要叫我妥协，我也不要抖。取高真他妈的和寡，取低去讨好你们这些人，我也做不到。那我就什么？与其让你不高兴，与其让我不高兴，不如让你不高兴。我这样想嘛，你怎么看我不重要，我怎么看你才重要。所以，与其让我自己这么压力这么大，那我不如让你不高兴。那我照我自己的逻辑走了，是吧？我还是会要求民进党，要求总统，但是我绝对不会骂他。骂他就讲说你讲你赖皮了啦，那个才叫做骂。你从他人格去毁灭他，那个才叫做骂。我们是政策上跟他讲说，拜托好不好？有一条路可以走。像你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走，你不敢去对抗中国，不敢，你可以给台湾人民鼓励嘛。你把我这套拿去用嘛。而且台湾真的要百年腾飞了嘛，这个是必然。这句话应该没有任何疑虑，你利用台湾基本上可能真的要百年腾飞的关键点。你这样讲，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台湾人会觉得这样是错的。除了舔共那个不是台湾人，你们再小一点啦我跟你讲，就是说你会让一些人内心感到什么？
感到稳定安稳，感到内心那个忧郁会拿掉，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有史以来台湾最好的状态。台湾有史以来最好的状态，唯一就是政治上真的在政治上一个欠缺。如果台湾现在是一个真正什么雄才大略的总统，那我就跟你讲，台湾现在什么都是最好的时代。就可能上天不会看你那么完美嘛。川普一离开中国，第一件事打电话给高市早苗，为什么？因为高市早苗你配我的政策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他跟安倍那么好？川普跟安倍那么好，所以他相对的也跟安倍的继承人高市早苗那么好，所以川普也是个很重情感的人，对吧？你就知道他内心有多么的肯定安倍，所以连安倍的继承人我都那么在乎。我去跟中国，我虽然看起来一副好像很很卑微啦，去中国好像什么都在妥协啦，但是我一离开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让团员把东西都丢掉。我一离开中国，我直接跟高市长打电话，我让你知道说我的行程，我做了哪些事情，你不要误会哦，不要误会，我是跟中国要好了，我们美日的关系依然不变哦，这个是不是最大的尊重？我觉得各位，所以我那时候不是讲说川普去中国之后一定会补偿台湾的嘛？很多人说是补偿一下，他主动说打电话给赖清德，这个是不是就是补偿？对吧？不，你去中国搞成这样的，好像一副要抛弃台湾的样子，你没有来给台湾一个补偿，而且这个叫什么？脆盾皮修宽带嘛，就是我口头上给你一点安慰而已，对他没有损失啊，他当然可以这样做啊，而且可以怎么稳定台湾嘛，他永远不会跟台湾为敌，我真的跟你讲，其实他内心也恐惧，什么？台湾的红统派真的让他崛起的时候，美国到底要怎么办？你不能压制这些红统派，真的，我们的总统又没有能力压制红统派，现在只有我们民间在跟红统派对抗。美国看起来也是嘛，他内心也是忧心如焚。如果让这些红统派继续做下去的话，继续搞下去的话，哪天如果台湾人真的那个被洗脑了因为那个实在太吓人了，小红书啦、TikTok 啦，那大量的洗脑的台湾年轻人，如果现在年轻人又被洗成蒋介石那个时代的时候，我就问你了，美国怎么办？因为台湾现在不是只有低岛链的价值，我们的晶片强到可以左右全世界，我们跟谁好，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要支持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会成为地球的霸主。台湾晶片如果去支持中国，中国就会成为地球的霸主，这个没有任何疑虑，好不好？黄仁勋讲中国的什么？中国其实的 AI 进步也很快，其实就差一个晶片了。中国真的不缺人才，如果你那些 IC 设计那些东西的像中国要创造一个像黄仁勋这样的公司，我跟各位讲，真的不难。以中国这样的技术人员，而且全世界各大科技公司里面的什么，中国的技术员都是最好的。但是这些技术员很奇怪，他做不了 CEO， 因为他们的人格问题、他们的种族问题、他们的什么价值观问题，他们做不了 CEO， 但是不表示他们技术不好。也就是说，这一群人如果有一个什么高度够的人去做领导，要再创立一个什么黄仁勋这样的辉达并不难，前提是要有台积电给他做什么做后盾。再跟你讲一次，辉达没有强到你想象不到，是因为台积电给他做的后盾。现在是你辉达的。好了，好了。好了，你再按弄今天有够无聊，好久没卡过了因为我的套餐换成最高的那个套餐了嘛，
之前可能套餐是有比较那个啦，因为我以前刚开始做都没有问题嘛，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一开始用的套餐还没有那么贵，几百块不到1000块嘛。后面我用了最高套餐了之后，它的频宽比较够，它就没有卡过，没有卡过，怎么现在又卡了呢？所以刚刚你看，刚刚快600多人了，现在变成多少了？现在500多，刚刚跌到400多嘛。这个是可以，我就问你啊，卡归卡啦，怎么可能一卡就掉了200多人？这个真的是被人家控制了，哈。正常的，好久没卡了，我想说他不会再卡我的时候，真的是，哎，所以这个根本不是频宽的问题。以前大家讲，是你的频宽的问题，是你什么问题？我跟你讲，根本就不是，因为我现在用的是最高的那个套餐了。这个套餐之后就再也没卡过了，今天还卡，那你觉得是什么道理呢？共产党真的很忌讳我们，我再跟各位讲，他真的很忌讳我们。我们台美党的崛起，对他是极度恐慌的事情，所以你说你被打压是正常的啊。怎么会没缴费？我那个直接都从银行卡里扣的，我从来没有去缴过费，好吗？这个时代还有人在缴费啊？要我把个拜托那个他妈银行卡直接扣了，还有什么缴费不缴费的问题呢？亏你想得到，我咱这些人一定老灰啊，这个已经老人家了。你一定是老人家才会讲这种话，我跟你讲，才会讲到没缴费的问题。现在谁在缴费啦？啊，你放眼天下，到底有谁在缴费？谁不是银行卡里面扣的？像我洗干去缴费了哦。我现在只有什么会缴费，你知道吗？我今天只有什么罚款会缴费哦。我那个车子罚单，摩托车的罚单，几乎天天都有。这台中市哦，真的，我跟你讲，台中市你们哦，不要再选国民党人出来了。那个罚单真的，他可恶到什么程度？你知道？连摩托车都罚你哦。以前晚上只有罚我摩托车怎么可能会放啊？就是那个地方明明就不会影响到交通嘛。而且像我住在这个市中心这里啊，这里连停摩托车的地方都没有，你知道？啊，所以呢，现在他给你罚成这样是，你要知道，交通罚单1%给中央，中央才拿1%，其他全部什么？地方政府不知道拿多少了，然后呢，执法单位拿19%，加中央1%，其实80%是什么？是地方财政。卢小小已经把他地全部卖完了，把台中的地卖完了哦，他还要用全世界最严格的交通罚单来，可能我说那个警察，我那时看到警察在开人家罚单，我不是开我的，我就过去骂他，你知道？哇，你们做警察已经很丢脸了，已经被全世界看不起了，你还要开这种罚单？我说这个车这个摩托车停在这里影响谁？你讲我听，你交通开罚单是要什么？处罚那些影响交通人，我就问你，这里虽然是红线，但是我问你，我这个摩托车停在这里影响了谁？他根本你跟交通没有任何关系，跟市容没有任何关系。你总不能说台湾人不能骑摩托车吧？所以交通市容都没有关系。你开人家罚单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赚钱嘛。那个警察被我们讲的哈，因为我们讲话是有根有据的，我们不是随便骂你。我说做警察已经很看不啊。然后你要去开人家那个莫名其妙罚单，如果你开罚单的时候可以做个选择，这个真的影响交通，你给他开，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但是你如果为了业绩去开，人家真的会看不起你啊，好不好？人家会看不起你，好不好？越卡越讲越久，是啊哈，就是安尼啦。所以说啦哈，无好啦。黄仁勋去嘛无好啦，中国像什么啊？川普去嘛无好啦。顶盖我上次是不是讲一件事？我上次讲说我前女友发了一个东莞的超市，那个是大卖场里面的那个什么猪肉嘛，是一斤4.85嘛，我不是放进来吗？放到节目讲完，就把中国低吧哈，一斤4.8块，然后合台币，如果用台湾金的话，所以说大概是22块左右。前2天有人跟我讲说，哎呀，这个什么东北一斤不到1块钱，我说哎不可能，我说哎呀，我说我们讲话不要讲那个太虚幻的，
一斤不到1块，怎么可能做？但是我跟你讲，真的有，给你看，这是波隆传统起亚，一斤0.99元，东北0.99元的哈，东北0.99元。为什么会有0.99元？各位，因为没有消费力。这个猪是，尤其东北，我主要东北朋友，东北没有工业，东北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很多人就是养猪，你知道，养猪，但是猪长大要卖，猪是要算换肉比的。什么叫换肉比？吃多少饲料要长多少肉啊，是吧？这样换肉比够的话，这个猪养下去它才划算，能赚钱嘛。现在猪肉卖不出去，它猪也得杀，这个猪养大它都得杀，它不杀的话，它吃饲料不长肉，它不是亏死吗？所以既然杀了又没有人买，所以一直降到说一斤9毛高了，就是一斤它1块钱了，一斤1块钱等于一斤4块多台币了，一斤猪肉4块多，台湾今嘛一斤猪肉多少？啊，还有170、180了，台湾一斤之外的170、180，台湾中国这一斤4块多了。那我就问你了，你告诉我它经济多好？真的这个事情，所以你应该把这个拿给骂呆看啊，骂呆你看一下，骂呆，你不是说你很推崇中国那个什么物价便宜吗？就是这样糟蹋农民啊，欺负人民啊，欺负人民产生的价值就是把物价降得很低嘛。好，所以不过呢，你们可能骂爸的机会不多了啦，因为我觉得他最近就撑不下去了。看他最近的那个频道哈，那个直播的样子，他的愁眉苦脸，已经满脸都愁眉苦脸了。他求饶也不是，不求饶也不是啊，跟我臭干胶也不好，那所以真的会垮哈。上天是会给他报应的，好不好 ？Crystal 30块，懂了，谢谢。对吗？我跟你讲哦。这些地方连最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的话，真的会揭竿而起啊！真的会揭竿而起。但台湾地方不敢冷霸哦，真的好奇怪。台湾我回来4年了，台湾的猪肉已经快200块，已经4年了。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是有人在控制这个物价。我知道他们有一些哈，比如说屠宰场，你私人养的猪，屠宰场不帮你杀了，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他们也是。产生一个联盟，就是我们的联盟之外人进不来，就让你不是你想养猪就养猪的啦，所以这个猪肉被他们价格控制住了，否则猪肉本来是有上有下嘛，它现在突然这样价格已经我回来4年都是这个价格啊，没有便宜过。我记得我以前不是这样啊，低吧啦，30啦哈，30啦100块以前算贵啊，我觉得我们。这没几年前，大概在70到90的30啦嘛，它涨到1倍，现在170、180，这已经涨比正常价钱涨了1倍，居然可以维持4年多了。所以哈，那个有些基金动红妈嘛是应该的。像这种台湾的物价涨到这样哈，这确实是有点那个啦，有点过分哈。对啊，骂呆老了很多，你就知道他内心的有多忧郁、多焦虑啊。一个人如果活在恐惧、焦虑当中，我知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中国2个大厂、2个工厂倒的时候，我确实陷入那种焦虑的程度了。我不是说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吗？我那个鞋厂有3000多人了，我那个足球工厂有1000多人，我2个加起来4、5千人的工厂，真的在那一年全倒啊。那个时候真的会让什么？你从一个企业家，我那时候我真的敢叫企业家。我后面有说我自己小商人，为什么我后面说自己小商人？因为我的化工厂才10几个人嘛，化工呛起来那拉拉，这个物件，这拉拉，的包装就出来了。化工厂不用生产，你知道吗？化工厂就是来拼配方的，懂吗？我们这很多化工厂都是这个接两接拉拉，的包装就出去啊，这叫做化工厂。所以他不需要多少工人，所以最后我都跟他讲我是小商人，我就不敢再说我是企业家了。所以那个骂呆的心态我是知道，我看了我体会得到了，我真的体会得到啊！你不干嘛讲那个业界讲啊？是那合法代志，你明明知道你支持本土的时候，你反共的时候，你的生意多好，
啊，既然那生意很好，你还要去背叛支持你的这些台湾人呢？这如果不是台湾人把你拱上去，你有什么本事啊？对吧？你有些本事，结果台湾人把你拱上去了，你在台湾人这边吃香喝辣的，就你是什么样的心情，让你去背叛台湾人呢？我真的搞不清楚。说这个人该死哦！哎呦，时间被够搞。后来重点是我这边刚才讲呢，马英九真的失智吗？为什么周美青出来讲马英九失智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连周美青也被中共的压力，受到中共的压力了哈，表示周美青跟那个马英九的姐姐，他们全部都站出来说，你们不要再说了哈，马英九是失智啊哈，因为马英九反对萧旭岑跟什么，跟郑丽文想要强占他的两岸桥梁的这个管道，他被抢了，他不高兴，他去告那个萧旭岑了，当然了，你说他当然是反对郑丽文的嘛。共产党就想说，马英九你老啊，你老了，我现在的管道不是你了，我现在管道是郑丽文的，不管郑丽文怎样，至少郑丽文听我的话，所以中共现在挑选的是郑丽文，所以郑丽文也直接，因为郑丽文直接红统化了嘛，让自己红化了嘛，那就跟中共不就这么就你侬我侬了。可是马英九还想保留他的那个什么，他两岸桥梁的这个价值嘛，他认为真正马习会才是他的嘛。他人生的高峰嘛，你不能有一个郑丽文这种小角色来抢我，说他告萧旭岑其实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时候能够让他的老婆跟他的姐姐出来反对马英九，只有一个人了，就中共而已了，谁也没有这个能力让他出来了。也就是说，马英九这个时候已经什么众叛亲离，在台湾人也不挺他啊，因为你当时也是红统化的一个啊，只不过。你胆子比较小，马英九是个非常非常胆小的人，所以他卖台卖的不够彻底。他不是不卖哦，你不要以为他不卖台，他是不太敢卖的太彻底。所以我们什么？我们太阳花一出来，他丢弃嘛，他退缩嘛。如果是一个比较枭雄型的人，我们太阳花出来，搞不好影响不了他。那个时候台湾就真的很麻烦。所以呢，台湾不能再让一个比较强势的红统派的人当总统。那个时候，他真的会完全不顾一切把台湾跟中国统一。马英九因为胆小，马英九不是对台湾有什么感情，马英九所有的感情在他哭就在中国哭，他有在台湾为台湾人哭过吗？去中国讲过，中国被他哭衰了嘛。所以他对中国的感情是台湾人永远不能什么，不能做比较的，因为一真正的心，我说他们一家都是匪谍嘛，只是没有被查出来的匪谍嘛，所以什么？马英九被培养成总统之后，他是第一个敢突破台湾人的底线去跟中国交往的人，但是他又不够勇敢，他卖台卖了很多，但是没有卖彻底，因为一般唔干，所以太阳花出来的时候，他退缩了。我跟你讲，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所以我说跟你讲，行政权是独大的哈，你要搞清楚，行政权独大。那个时候如果太阳花出来，如果现在台湾再选出一个红统派的总统，而且是比较胆子比较大的，当你全民冲出来的时候，他依然无动于衷，还是做他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就真的要被统一了，真正的可以用侵略去啊。所以说有些事情是天意的，这个世界哈。真正有天意，我跟你讲讲，真的是有天意。一个匪谍世家让他掌握政权了，开始卖台之后，胆子因为不够大，所以没有卖彻底，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重新再崛起嘛。我们现在开始，那个时候是吧？而且你也知哦，那个时候我们独派的力量是很小的哈，独派尤其在陈水扁那个事情。被打击的真的一塌糊涂啊！那个时候整个台派垮起，你知道不？这个世界里面呢，它的进步、它的发展真的很奇怪。陈水扁当选的时候，我就说过一句话：国民党过来不可能有机会了，台湾人不会再给国民党机会当总统了。我那时候就在我们朋友圈都这样说嘛，我们的圈都这样，不会啦，那台湾人站出来了，就不可能在总统职务再给国民党抢走了。没想到2任后就变成马英九。后来我就不敢这样讲，但是现在我可以又重新这样讲，
以目前台湾的状态，确实不可能再给国民党当总统了。可能地方县市长现在是最差的时候哈，6都国民党有4都，这应该是上优秀的上败的战绩嘛，最差的战绩嘛。因为晚期蔡英文2026年，蔡英文根本没有在怎么讲，他根本因为他内政没有在管嘛，他整个交给苏贞昌嘛，所以人民的什么愤怒，他躲起来，他躲了1-2年都不出来，连一个记者会都没开过嘛，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知道他在待退状态嘛，所以我说蔡英文也很懒惰的一个人，你能打工那可能懒惰，他很早进入待退，他退前就跟我们做当兵啊，我们当兵最好的年代是破100了，剩下100天要退休了，退伍了，那叫待退状态嘛。蔡英文一直很早进入待退状态，所以那个时候台湾人不喜欢他，有一部分的台湾人，比如说李远哲把他骂成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台独的人的，我们真正台独这一派的人的想法，我们台独的心态是这样的，我们希望你为台湾，你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你在其位就要努力的为台湾奋斗，你如果做的不要说做的不够，我都骂你，更何况你做的不好。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新马的台独派台独派现在分2种啦，一种是坚持自己理想的台独派，这一群就是陈立德这样以陈立德为什么为领袖的这一群台独，是把赖清德骂成跟狗一样。然后呢，还有一群台独是吧，已经被收编的台独，那群台独就比较没有声音了。不是台派现在不是台派能接受赖清德做法，是已经被他们都被分裂了嘛，被分裂了。其实我认为啦那个每个人的那个对国家的看法不同，每个人的角度又不一样，你也不能说谁对谁错了。但是坚持台湾价值，我觉得才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我这个老台独，我一定要把这个精神再重新发挥。那陈立德大画家为什么这么挺我？叫你挺我，他讲咱台独存立了。这里有声音了，没有声音啊，所有人没声，因为什么？年纪大了大，戏得的得，就是这样。所以坚持台派坚持台湾理想的台独，你应该来加入我们台美党，因为只有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只要共产党卖来啰嗦，只要远离共产党，远离中国，我不管你是台独还是怎么华理建国了，什么证明制宪啊，或者加入美国51州，加入日本，回归日本母国，我都能接受嘛。我不是讲了很多次了吗？甚至你台湾民政府，你如果有能力去跟日本政府谈我们加入日本，你要你有能力去谈，我也接受。你不能只有自己这么喊爽的，因为你连党都不敢组嘛。所以我不相信你们的原因是，为什么他们一直找我？为什么我最后没有相信他们？因为你连组党都不敢你用一个民间组织就表示你可以为所欲为我们组党之后是要接受政府的监督的，好不好？说什么我们要贪污，笑死人！我到今天都还不能募款，看到没有？因为在什么监察院那边还没有出来，因为他监察院我打电话去问了，监察院说，哇，不好意思因为业务太多了，所以会要再拖一段时间。结果你看我们在等的什么？我们等在524之前要募款了，结果到那时候想说不会啦，应该很快啦，应该1个礼拜就出来了。到今天我不是跟你讲嘛，他已经有拖过524之后了，罢免拖过524之后嘛，所以他就不让你募款，他就不让524，他知道524花很多钱了，他就让你自己承担。他来了，我跟你讲，我们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我们去管了，我觉得后处了，我们做一件事情都做好最坏的打算了，所以我们不管成不成功，都有一个先体的原则，就是什么？我们不管成不成功，至少我不会失败因为我已经做好最好最坏的打算，好不好？对啊，美猪党骗钱不用被管金流，这个我点来讲啊，对吧？你如果说我又不是傻子，我如果要找林志升那一套，我就不阻挡了。我当然知道说一个民间组织，政府都懒得管理这种小民间组织，可是你成为一个政党之后，它有影响力嘛，政府监督就来了嘛。你问那个国党的陈凯丽，他被告了几次啊？开什么玩笑？法院找他几次啊？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些人啊，这些小粉红笑死了，你们来骂我，你还真的不够格了，还真的不够格了。你觉得我们在卖台，笑死人。哎，你不能用判断了，这叫诛刑不诛心，诛心天下无安了。什么意思？法律处罚的是人的行为，不是处罚人心。所以你不能用你的判断说，廖金漳可能要骗钱，然后你就开始骂我。我真的骗钱的那一天，你才有资格用事实来什么来说我。所以你们现在讲我这些，我都可以告你们了，我都可以告你，懂吗？因为一告一个准，这种东西只要一告，每次告都会成功。我只是说啊，524之前不想惹太多事了。你也继续骂哦，524之后，我真的会到那个什么律师网上都有网上有记忆的哈，网上所有一个一个拉出来，一个拉全部去告。我跟你讲，好，好了，进正题也讲完了啦，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还有啦，真的是什么？他们看那个什么。沈伯洋真的有机会当选，各位大家所有人坚持一下，沈伯洋真的有机会当，因为他的声望居然是什么蒋万安的2倍，声望就是选票，好不好？表示台北人对蒋万安真的开始产生疑虑了。原因是什么？第一，老鼠都处不了，不然你一个台湾首都的市长，任何事情推给中央，我跟你讲，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各位，我真跟你讲，一个首都市长，任何事情都说中央没有立这个法，我跟你讲，这个绝对会让什么？会让人民讲说，那这样我要你干什么？那中央指定人来治台北就好，我要你台北市长干什么？我选你干什么？这就是无能跟软弱的人最后的借口嘛，只有推给别人嘛，他没有跟你推啊。台北市定要推给谁？推给中央。所以无能者啊，所以呢，你们一定叫衰小，你们台北市的人真的是。你们把自己玩死掉了，你们知道吗？台北是台湾的首都啊，台湾的首都，结果你们搞到现在这样，连续几任柯文哲已经够烂了，找到一个蒋万安比他更烂，然后呢，民进党在最后的关头找不到人，最后关头推出一个，我觉得推出沈伯洋好像是一个勉强推出来的人，可是连勉强最后才推出这个人。声望都比你高2倍，那你就知道你国民党到底有多烂。如果把这个市长再抢回来我认为总统已经不可能再让国民党，台湾人不可能再把国民党给，因为什么？那不会让国民党再当总统了，因为太恐怖了，因为他们已经红化了这件事情，让台湾人是警惕的，台湾人不可能再什么让自己陷于被中共武统的那个什么的可能嘛。所以最后会什么？最后总统还是永远由绿营来执政，但是地方政府他们想平衡嘛。人民说：“不然呢？我怕你民进党也独裁嘛，那我就给你地方政治平衡嘛。”但是如果你国民党是已经什么已经红化了之后，那就没有平衡的问题了。所以呢，如果赖清德一开始当选那天开始布置6都的市长。开始做一个政治的宣传，6都这一次是有可能翻转的。这一次如果没有翻转，你们真的要怪赖清德，因为他真的到最后时间，我问了投你前面2万，我们在因为前面是不是4节那个？我问你有没有声望？台中台中这个好酸你，我就问你，你们都已经当市长候选人了，你这网络声量0啊，我都不知道在干嘛你没有能力做网络声量吗？比我这个人炒网络声量还不行吗？我这个门外汉呢？我跟各位讲啊，其实很多人去骂我，我不是偶尔去跟他吵一吵吗？说真心啊，说难听点，那个死水他们骂我，如果不去跟他拉他不会热了，还不会热了。我跟你讲，我那是故意的，我跟你讲，我有时候是故意的。但是我现在比较忙，我也没有就几天我可以拉几盖几天去搅一搅，就把这个水再搅一搅，让继续混下去了。你们继续骂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会少一块肉，只是我的网络声量，现在我调查我台美党网络声量，一个成立1个月的政党，这种网络声量很可怕了，好不好？很恐怖了，表示什么？人民需要，迫切需要，人民对执政党的什么的怀疑。
需要一个新兴的力量出来。这新兴力量的论述是他们认同的，就是说美国加入美国这块是被人民认同，而且当台湾人民对目前越不满，他越来接受我们，因为他不满民进党的执政，他不会转去给红统的国民党嘛，是不是？哦，我不认同你民进党的执政啊！你到今天跟他讲，对吧？乖的跟马吉一样，你这个马吉总统啊，你马吉总统人民不会认同的。我跟你讲，人民永远需要一个强悍的人来带领嘛。你要真正能带领这个国家，然后我就觉得你民进党没有这个本事，那我又不愿意投给红统的国民党，我们就他会寻找一个可能性。那个可能性叫做台美党的崛起嘛，所以有人可以查网络声量，我不知道怎么查了哈。查网络声量，一个刚成立1个月的政党，像我们这样，真的转世改扯不啊，真的找不到了，真的找不到。除非是一个，比如说什么，李登辉当成立台美党，但因为李登辉的光环嘛，对不对？是不是？宋楚瑜承认亲民党，那是因为宋楚瑜的光环嘛。我们是没有光环的普通人，我们今天做到今天这样，不是我们厉害，各位，那叫什么？人民的需要。做生意的最高段叫什么？考虑客户的需求，满足客户的需求，你这个公司这个商品一定会大卖。做生意也是一样，搞政治也是一样。我现在也没有比人家厉害啊，我说我既不是大教授，我也不是大学者，我也不是大官员。我甚至我连大商人都不是，可是我们如何立足在台湾的政坛？很简单，做对的事情。我们什么？了解人民要什么，我们就做人民要的那个事情。这个就不是一般政党成立政党，他们大的党，他们有一些包袱，他们做不到这样。只有我们这小党可以很灵活的运用，只有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说哈。我不知道何金楚没有看过他的证件啊，我台中市人我都没有看到，你说你这不觉得离谱吗？问到不能办何金楚啊，所以我曾经讲过这件事，但是不管你讲不讲，不管我认不认识他至少要出来网络创造声量嘛，对吧？你为什么派这么能力这么差的人出来选呢？包括从市场都确定是什么事节啊？也没有网络声量啊，而且冲下回啦。剩几个月你改看嘛？现在几个月？11月到今天几月？今天5月，半年不到了。今天已经5月底了，各位，半年不到就要选举，结果他们都不弄跟他赢了，跟他没关系哦，这个事跟我没关系。连炒声量的能力都没有，怎么治理一个这么大的直辖市啦？对吧？我真的觉得。沈伯洋就很厉害，沈伯洋一直在声量就炒上来，所以你们说我的判断对不对？如果连炒声量的能力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是不让酸下啦，你是不要酸啥啊？沈伯洋才确定几天，整个声量上来了，这就是能力的问题。人真的人真他妈的分3、6、9等，我真跟各位讲。所以你们这样讲，就觉得我在批评民进党。我希望你找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这样的奇怪吗？这个有声望的人。至少什么？至少像沈伯洋能够声量炒得出来的嘛？你连炒声量都不会，你是不是干酸什么呢？你看拜总好吧？对啊，王一川回台湾选都比何金纯强啊。但是王一川里台中他没有地方势力啊，因为他们看上何金纯，是因为何金纯他们有地方势力啊。但是我真的跟各位讲，如果你是选议员，甚至选立法委员，地方的组织票真的很重要。但是你如果选市长，你就一定要空战，你要领为你的势力在太平，你的势力在太平，我北屯我就不认识你，对不对？你又不是要再选一个太平市的市长，你有没有选太平市的市长？你这样够了。问题是你选台中市的市长，这么大的台中市，这么多区，你没有网络声量，我拜托你是不是按怎算？你算来给我看，是不是？靠你太平市的组织票能够赢得全台中市，我真的不相信。他现在民调没有过25%，你知道吗？他是江启臣的1/2都不到。是不是来讲？所以我当时讲他没有错吧？我看人没有看错吧？我没有胡乱去批评他吧？
如果说我批评他，然后他的声量现在很高，那我就道歉。问题是他真的不到25%，这出来就是牺牲打。结果沈博阳，你看一出来，咔上去了，他的声量比蒋万安多1倍啊！这样的人，你要不要去支持他？这是有机会赢的嘛？赢的人你就给他支持，不赢的人你支持要创啥？哈，对啊，他没有故意炒声量啊，这个也实力啊。就这句话讲对了啊，是啊，不管他有没有炒声量，我跟你讲，不在乎那个有没有炒声量，他声量起来了就是起来了，是他炒的还是被人家推了？你也不要讲说他没有炒声量了，政治人物没有人不炒声量的，至少我们这些粉丝也帮他炒啊，对不对？粉丝帮他炒就是一种炒啊，他不是自己炒，是粉丝帮他炒，所以说啦，这个事情不用去计较这个啦，这个不重要啊。美国人喜欢的人丢啊，我就把这个当证件了。如果是我就说我是美国要的人，你觉得这样的这票是不是加票还是减票？我认为会加票，因为台湾人4大体人还是多数嘛，台湾4大体人多数，所以说台湾是美国的，这是其实台湾共识啊。台湾共识，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没有个主流力量去宣传这个，所以大家都在讲，我知啦，我知道台湾是美国的，才7八条是中华民国，大家妥协嘛。今天如果这个事情是由由执政党来宣传，我跟你讲，很多人就转过去了。台湾是美国的，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来做宣传，很快大家观念很快就转了哦。现在是没有在宣传了。台湾人明明知道，因为你美国点来讲，我台湾地位未定论啊，前面我又不属于中国，这代志，有在关心的人都知道了。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势力在推动，所以后来那就反正没有关系嘛，现在这样就好了嘛。现在中华民国台湾反正也可以接受。这个就是什么？人性，人民是被带领的，人民是羊群效应。我跟你讲，我做这么多年的网络，我真的跟你讲，羊群效应是一切政治最重要的。如果这羊群效应，这羊头带得好，羊群效应是可以被吹起来的，是吧？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主见。第一，人民是不聪明的，普遍是不聪明，28效应嘛，20%人聪明，80%是不聪明的。他们不但不聪明，还不关心，而且很容易被带偏，然后没有自己的思想。可是他是80%，很容易被带领的人，他没有自己的思想，是80%。所以你要抢救这80%的票嘛，这个才是政治家该做的事情嘛，信不信？但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没有人能很新的议题嘛，加入美国啊，大部分人还不能接受嘛，所以我们在垦荒、开荒，乱七八糟开荒，拿着锄头在一锄一锄在开荒的人，我跟你讲，最后欢呼收割的人一定是那个开荒的人，因为蓝绿结构它是什么？它是很稳定的。蓝绿结构要转不容易啊，但是我们一个开荒者，开荒一个算一个，开荒一个算一个，未来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哈。好，那如果对我这种论述不满意的人，你也可以，你可以打击我，但是我会笑你。成立政党不想执政，那我成立政党干什么？哈，对不对？哪有人成立政？我做生意不想赚大钱。我就是做生意，我做生意就做爽了，我就不想赚大钱。你这款人有意义吗？是有这种人吗？所以他们拿我说我们是要取代民进党，拿这个打我打好多天了。这些小粉红，这不小粉，这些不知道哪来的这些企业长哦，他打我这个，他觉得打得很对。你们既然想要取代民进党，转世改，有人做生意不想赚钱吗？你成立政党不想执政，你直接成立什么政党？这些人连最基本的什么民主概念都没有。这个时候，一群台湾最底层的人，突然在网络有一点声量。我看到那个什么歌的，那个才5000多个粉丝，一起就搞哇！因为他是个工地的工人嘛，钢铁的钢人嘛，什么脱北者，这是小草刚转过来的嘛。小草都会当小草的人，你觉得他的认知有多高？所以这些人，小草他们好像有1万多个跟订阅，有1万多个粉丝，1万多个粉丝，你干嘛？我人生最高的什么？我人生最高的境界，我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我就搞了。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了。其实，在我们眼里，1万多算什么？林北雄虽小，马过8万了，对吧？我觉得再怎么倒霉，我现在降了很多，我有8万多。
所以他们是什么1万多来蹭我8万多，合理吧？不要说我去蹭他们嘛，是吧？这个傻瓜还说我去蹭他们，我8万去蹭你1万的，还有蹭你5000的，你搞清楚啊，好不好？啊，好了，时间到了。三立啊，三立有前我讲了，三立除了政论节目是台派之外，其他节目红统化了，好吧？这个你不会现在还不知道啊？中共每年给3亿，三立可能1、2亿的广告费嘛，三立就只好保留一个政论节目，最廉价的、最便宜的，且政论节目一集没有多少成本啊，就来宾而已嘛，来宾几两3千，对吧？像什么《三国演义》这样一次一个来宾。一个来宾3千，是不这少？我唔知主持人偌济啦，主持人还是5000好啊，一个来宾3千，啊2个主持人5000 1万，啊，搁一个来宾13000块做一集了，13000块。比如说像那个什么，这种像电视台华视的三国演义》一集可能成本大概在2、3万块钱，所以他们把这个政论节目最廉价、最便宜的，还还给你台派嘛。其他的已经红化了嘛，这就是电视台就是安尼啊，他们都有很大的生存压力，很大。另外八九唔像最近好像被限流，有点爱被救啊，因为他有养员工嘛。第一，他有养员工，我去过嘛，他在台北市忠孝东路那边，他房子住在那边嘛，租那个房子也不便宜啦，因为他住1楼嘛，他的摄影棚是在地下室嘛，地下室一个小角落，很小的一个地方。486他的摄影棚有在地下室一个小角落而已啊，所以这些人他们是有成本的啊，他不像我们这种，我姐一个人吃饱天下不饿啊，这样我可以跟你干到天荒地老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中共敢于去收买 YT， 敢于去收买这些东西？因为知道你们这些自媒体都以这个为职业的，你是有收入压力的，有收入压力的人是最容易什么？最容易辩解的，所以我们把自己弄到什么？我们把自己做到什么？我没有压力，我知道我没有压力，哪怕你不管是你 YT 打压我，共和打压我，执政党打压我，林北嘛是这种继续向前行，勇敢的台湾人，好不好？好了，今天到这里为止了，谢谢各位，已经超过20分钟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